若不在长公主手下当差，你会是一个很好的琴师。高山流水，我何尝不想做个琴师？无奈生于乱世，长公主交代的事，末将一定得办好。对不住了。 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放了那么多鸽子，还以为你们找不到了呢。我们到了营店，满地都是鸽子。先不说这些了，赶紧离开这里。走。上！ 糟了，是令箭，他们召集军队过来了。原来是他，叔叔认得他，老相识了。只不过现在他是长公主的走狗，管他是谁，先杀出去再说。接。既然是大宗主，做事要冷静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得想办法赶紧脱身才行。来，去吧。停！ 走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聚在这儿？相信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寒冬和白狼团的双重攻势？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加固城防，从沙勒牧场到北都城沿线，白狼团都有可能出没。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粮草和马匹，只能防守。托克勒和鲁丁，北都城防线就交给你们两个家族去布置。我们还没有承认新大军呢，怎么大王子就已经开始发号施令了？要我看呢，今天库里格大会的议题，不是什么抵挡白狼团，而是确立我们合理合法的大军。各位首领，现在是非常时刻，你们一定要让青阳大乱吗？阿苏勒，你离开草原太久，恐怕早已忘了草原上的规矩。在草原上，只有真正的大军，才能够号令所有的兵马。越是到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越需要一位能够令所有人信服的大军。老三，看到自己离大军之位越来越远，怎么着急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首领们背后在支持谁。要不是朔北这次虎视眈眈，我们今天就不议别的，先解决我们自己的内奸叛徒。大哥坐进了大殿，就可以随意杀阿坝的功臣了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
金王？正是，我就是朔北狼主的儿子，胡都鲁汗。我今天来这里，是要告诉你们这些羊羔一样的青阳人，我的父亲蒙勒火儿领数万狼骑正在逼近北都城，只要他大手一挥，就会踏平整个汉州。贵部的神勇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大汗今日前来我们库里格大会，难道只是为了逞这一番口舌之快？你就是吕宋最小的儿子，青阳世子吕归臣阿苏勒帕苏尔。是。你还是我的小外甥啊！打从我那可怜的妹妹嫁到青阳，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我很想念她。你的大哥霸占了你的大军之位，你还在替他出谋划策。大哥是阿爸临终前钦定的大军，我没有任何意见，也不希望有人推翻阿爸的决定。可惜呀，你一心想守护你父亲的基业，可在座的各位却各怀鬼胎。帕苏尔家最小的儿子，你的库里格大会将一无所获。我来给青阳最后一次机会，向朔北投降议和。别急着回答我，难得你们人聚得这么齐，好好商量商量。记住，不要考验狼的耐心，否则你们将迎来最惨烈的毁灭。大王子，我倒觉得与朔北和谈也无妨。我看也是，我们现在完全不具备与朔北一战的能力啊。大主意还是大军您来拿，可我还是觉得生存下去，才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。是战是和，总该有个主意。虽然蒙勒火儿年事已高，但是他的狼骑兵仍然具备碾压各部的实力。我认为，议和是有余地的。不错，尤其是黄金王，他还掌控着北方的金矿，用以换取东路精良的武器装备。真打起来，他会对昔日拥护青阳部的部落予以残酷的报复。这个时候，不能硬碰硬啊！诸位所言，皆不无道理。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胡都洛汗到底说的是真是假。如果我们真心议和，可是他们却是要骗我们上钩，怎么办？我们需要一名合适的使者。如果能够阻止这场战争，我愿意去见蒙勒火儿。阿苏勒，此行会非常危险。大哥，和青阳的安危比起来，这不算什么。不错，大拿言去，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他是蒙勒火儿的外孙。阿苏勒，你是值得青阳骄傲的孩子，你没有辜负帕苏尔家族古老的血统。好，我任命你去和朔北部和谈。我请你代表青阳大军和狼主商谈。阿苏勒一定竭尽全力，不负大军所托。来来来，哇，来羊腿子。哎呀，大军也真是的，
这你刚回来就让你去朔北，那帮狼崽子可是会吃人的。母妈，是我自己说要去的。这件事情那些贵族们都不愿意帮忙，想看我们帕索尔家的笑话。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帮大哥，大哥还能指望谁啊？你们两个照顾好大纳言，听见了没有？放心，放心吧，母妈，有我俩在，狼崽子都得怕我们。阿苏勒，苏妈，大胭脂，铁岩、铁叶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哦，好嘞。快点。什么时候启程啊？吃完就出发了。不再和大军商量一下吗？毕竟这一路很危险。是我主动跟大哥提的。我可不想一回来，家就被狼崽子给占了。那也不应该你去，他们知道你不会拒绝。苏妈，只要是为了青阳，我没什么委屈的。放心，我会平安回来。怎么了？又想一个人一杆枪去闯天下了？我之前在天启城巡防过1个月，就从来没有发现这座城市原来这么大。这只是一个城市啊，不知道东路有多大。东路有多大，整个九州又是有多大？第一次见着你的时候是在演武场，就拿着这杆枪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演武场困不住你，南怀城也困不住你。还记得有一天你到有风堂来找我的时候说过什么吗？记得。我说我想封侯拜将，是因为我不想死的时候没人记得我。那个时候，我不想跟在别人的马后，不想被人瞧不起，一心想着要证明自己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比他们都要强。你做到了。现在整个东路的天区都能记住你的名字，就像记得世子的名字一样。我记得阿苏勒经常说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跟他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才渐渐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义。一个武士不应该只会披甲杀敌，杀死的是敌人没错，可原本我们不必成为敌人啊。一个真正好的武士，要能够保护好每一座城，保护好城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。知道吗？我以前并不认为你和世子是一类人，我还曾经担心过你担不起这个指头。可现在，我可以放心的把天区的未来交给你。老师，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我相信你可以。以前啊，我和我的朋友也曾坐在这儿聊过天。我们也曾经想过驰骋天下，靠马刀弓箭去赢得这个天下。可是时移世易，未来的天下是你们的。我和阿苏勒约定过，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。希望到了那个时候，九州不再有战火。一步一步来吧，
要想让东路过得安稳，就要先把天启城这些恶魔都给铲除干净。找个地方休整几日，我们的朋友很快就到了。老师说的是白毅将军。他这个人爱迟到，不过如今他有了要保护的人，相信这一次他不会太晚。进去，关上。哎呦，狼窝里来了一只羔羊。我们的草原看来永远不会缺少猎物。狼主，我代表青阳大军，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。这次大军派我来，是想与朔北部和谈。阿苏勒，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站在这里吗？你面对的是你生母的坟墓，你身上流淌的是我们朔北的骨血。难道你就情愿继续做一条青阳狗？狼主，我出生在青阳，那青阳就是我的家。我这次带着青阳各部族和平的意愿前来，希望狼主可以考虑我们的请求。先不守规则的是你们青阳，将我们赶往极寒冰川的也是你们青阳。如今朔北的狼群回家是天经地义，无需征得任何人的同意。况且如今汉州无主，吕守愚又得位不正，如何能担当草原的大军？那狼主似乎有更为妥当的办法。有啊，送上吕守愚的人头，献上青阳所有的女人，向我俯首称臣，奉朔北为王。那么，青阳的男人可以活命。狼主，这不是条件。这就是我们的条件，比你们当初给朔北和真言部的条件还要好一些。阿索勒，你有一半朔北的骨血，何苦为青阳人卖命呢？阿苏勒明白了。阿索勒，看在你是我外孙的份上，我有话要提醒你。恳请狼主赐教。青阳的失败是注定的，就算没有我们朔北，他也会从内部慢慢腐朽、溃烂。狼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记得穆离是怎么死的吗？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精准地知道他们突袭的位置、时机？狼主是说，青阳真的有内贼？
最亲近的朋友，也有可能是最锋利的刀刃，可以直接刺穿你的心脏。去吧，孩子，我的忠告到此结束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的苦心，请求成为朔北之狼的。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。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不解和愤怒。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我喜欢这白雪和草原。世子似乎还在凡俗的痛苦里挣扎，是吗？我早说过，我是杀不死的。我杀死过你，我亲眼看见你倒在血泊里边挣扎。你重现一次，我杀你一次。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我的家乡为所欲为。有点像我们家的小狼崽子。这么说，各部落都拒绝派出援兵。他们都说雪太大了，援兵派不进来。蓝马部还说这是盘达天神降给青阳的劫难，需要青阳自己承受。起来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消息不能传出去，青阳不能乱。出去告诉他们，就说蓝马部、九南、沙池部都会派出援兵。是。大纳言回来了。拜见大军。阿斯勒，回来就好。蒙勒霍尔提了什么条件？我愿辅佐大军与朔北一战，保卫青阳。蓝马部、九乃和沙池都会派来援军。等援军一到，朔北的那些狼崽子就会退了。那自然，朔北才多少多少，我们四部加在一起，一仗就把他们都打回去了。娘，太好了，春天来了，狼就没有了，我们又可以放牧了。高兴吗？高兴。那出去玩吧。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慢点。好。站住！朔北人，你输定了！你才是朔北人，输的人是你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大南言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和你一起战斗呢。但是他们都被人欺骗了。可是就算你告诉他们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大纳言回来了！大纳言回来了！大纳言刚一回来，就打倒了狼主。有他在，我们一定能打赢朔北。你说什么？我打赢了狼主？就在台勒河那边，你一个人冲出去的，打倒了狼主，还救了穆离将军回来。那是因为让我们跟随大纳言，打败朔北部。
愿随大南元打败朔北部！愿随大南元打败朔北部！愿随大南元打败朔北部！这段时间，城墙上的防守人员全部加倍。大哥，去吧。阿苏洛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您相信您的弟弟可以领兵吗？起来说。你要领兵？阿苏洛帕苏尔已经长大了，是个可以为青阳出征的男人。阿苏洛，你这么说，大哥很欣慰。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，穆离做不到的事情，这北都城里还有谁能做得到？我不想看着我自己的弟弟走穆离的路。我不会走穆离的路，我有自己的战术。我想向大哥借一支骑兵和全部的铁浮屠。一支骑兵和全部铁浮屠，阿苏勒，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？你要的绝不少。如果损失掉了，我们青阳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我明日可以向所有人演示我的战术，说服他们。至于这支骑兵和铁浮屠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。阿苏勒帕苏尔是草原的子孙，把尊严看得比一切都重要。好，我要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。我和那些将军，和那些贵族磨了这么久，我就希望听见这样的话。现在，我的弟弟把它说出来了。跟我来。看见了吧？这样的骑兵，我有1万人，每个人都配有2匹好马，1件东路匠人铸造的上等铠甲，还有1口折铁刀。这是大哥自己练的兵。不错，这是我当王子的时候练的。为了这些人，我费了10几年的心血。现在我已经成大军了，这支队伍还没有用过。大哥，台勒河一战，你没有派他们。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。不错，那些老韩王们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实力。我也一样。说实话，我对穆离能不能打赢这场仗根本没有把握。我要是没有了这1万人，我这个新继位的大军，那在北都城也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。阿苏勒，现在你有这1万个骑马的战士，还会有1000个听你指挥的铁浮屠。这是我所有的一切，这是你哥哥的命，也是苏玛的命。大哥，阿苏勒，你别怪我，我们不是主子和奴仆，我们是兄弟。明天，你不要向任何人演示你的战术，也不要把你的作战方案告诉别人。我知道。我这次见到狼主的时候，他亲口告诉我，说青阳有内贼。是谁？他没说，但我想，能知道穆离将军全部作战计划，并让最致命的地方埋伏上白狼团，那这个人一定离我们很近。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，掐断他的脖子。殿下以为宁青不会回来了，可宁青心里知道，自己是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回来也不说一声，以宁青现在的身份，我应该在大殿之上让群臣跪迎你才是。我在进宫的时候遇到宫人，让他们不必通传，回自己的家是不用通传的。家，宁青觉得这长乐宫还能装得下你吗？你现在可是下堂的实际掌权者，
百里家在帝都只有我一人，但是在下唐却是宗祠繁盛，家族有许多老人，所以暂时让我来掌管下唐。至于下唐国主的位置，我并不稀罕。我一直都是殿下权后的孩子，只要一直跟着殿下，一辈子有糖吃，便足够了。回来就好。这满堂的群臣都是废物，我让他们去处死西颜，结果西颜跑了。对付西颜这样的人，铁卫们大概是尽力了。殿下真正的对手，并不是西颜，而是白毅和小周。您的寿诞之日将至，要举国欢庆。你的孩子长大了，他是个英勇的孩子。安心的睡吧。你的妻子改嫁了一位勇敢的战士。生下了一个勇敢的孩子，虽然长得不像你，可是也和你一样的坚强，就当作是自己的儿子吧。安心睡吧。你的家人死了。你的狼也死了，你没有后代了，你的伙伴们都已经回到了这里。安心睡吧。若死后我的尸骨也能躺在这里，听着狼主为我唱诵祭奠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。雷碧城，你们东路人不知道背信弃义是男人最大的羞耻吗？你曾经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救了吕松的小儿子，而今又千里迢迢穿越冰原来找我，说陈岳不认可我为草原大军，说我的战俘应该砍下东路皇帝的头。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想得到，我们只希望狼主能够得胜，取下北都城。说实话，如果郭勒尔帕索尔能再活20年，我们未必会和狼主合作。只可惜，他死得太早了，而且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。听说陈岳的使者需要的只是战争。未必，不过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战争。我的儿子呼都鲁汗说：“你们就像死牦牛尸体旁飞来飞去的苍蝇那样讨厌。”我觉得他说的很对。别的我可能给不了什么，
但你需要战争的话，马上就会有了。我们又见面了，世子。不，你不是真的，这只是我的梦境而已。我是不是真的从来都没那么重要？可是对于北都城的人来说，你却是真的。他们所说的灾星又回来了，只可惜这个灾星还顶着世子之位，两位王子都想成为大君，而且都想得到你的支持。做了大君又如何呢？青阳这一仗是赢不下的。或许我是灾星，可我也是你们的灾星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捍卫青阳部的荣耀。想过没有？对于你们的族人来说，有些人并不把荣誉看得那么重要。如果不是这样，穆离将军就不会轻易战败。你知道那件是谁？我不会相信你说的话。还是个倔强的孩子。我只想告诉世子，这北都城处处险恶，即便是你亲眼所见，也不要轻易去相信它。东路的皇帝，你不就是很信任吗？可他还是要杀了你。你就不担心再出现这样一个人吗？大纳言，铁浮屠首领布华腊奉大军之命，听从大纳言调遣。我是虎豹骑的首领，大军让我来，我便来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大军把青阳的希望放在一个没有带过兵、打过仗的孩子身上。叔父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在北路我也打过仗，知道什么是残酷。大军派我来，布华腊就一定会听从大纳言的军令。但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大纳言的战法，心里很不安定。穆离将军台勒河边一战，出动青阳将近10万骑兵都没能取胜，而如今我们只有1万骑兵和1000铁浮屠，敢问大纳言，准备怎么办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只靠11000人，不可能打败白狼团和朔北骑兵。那为什么？但我有把握杀1个人。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刺杀，目标是朔北狼主。刺杀？用1万人的队伍去刺杀？没错，这战术在东路叫做穿心。这还叫什么战术？东路如果有战术的话，还会厚着脸皮向我们青阳求兵吗？其实很简单，当时封炎皇帝第2次入侵北都，用的就是穿心战术。当时我们草原人仗着马快，以游骑战术著称。如果封炎皇帝要不断面对我们游骑骚扰，那他的推进速度势必会大大变慢。所以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不管，命麾下羽林上将军苏景深带着全军精锐，走了几乎一条直线向北都城推进。
如果当时真被他以穿心战术攻下了北都城，那其他部落肯定会投降的。阿苏洛，穿心之战靠的是速度，加上刚上阵的锐气，直接杀入对方本阵，斩杀敌酋。没错。可是蒙了火儿，几乎寸步不离的有3000狼骑兵跟随，加上我们的马儿见到狼群就会惊恐的四散奔跑，到时候阵型势必会乱。我想到了，白狼团的优势不是战斗力，而是马儿天生怕狼。马怕狼是天性，更何况是白狼团的狼，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解决，很难跟他们持续作战。所以，我们要蒙上马的眼睛，塞上马的耳朵。可这样一来，咱们的马岂不都成了瞎子？要的就是瞎子。布哈拉愿追随大纳言，突袭狼主。可是九王怎么办？他是骑兵的豹子头，没有他，骑兵是不会拼命的。叔叔是青阳的九王，他不会置青阳人全族性命于不顾的。叔父，哎，走。叔父，你方才似乎对我的作战计划有什么更好的意见？没有，我只是对东路那些将军的鬼术把戏看不惯罢了。叔父，你在下堂应该也看到了，那是他们的兵法和战术。什么兵法战术？我们要用绝对的武力、绝对的镇压和绝对的气势，让我们的敌人惧怕我们。30年前，我们赶走朔北就是如此；几年前，我们灭了真言部，也是如此。阿苏勒，我们和东路人不同，我们崇尚的是武力和果敢，而不是像他们用一些奇技淫巧获得小小的成果。这不是奇技淫巧，我要把一个人送到狼主面前，进行绝对的斩杀。绝对的斩杀？你是想用我这把刀，还是想用布华拉的弓箭？用我自己。你自己？狼主什么都算到了，他就是没算到我，所以我要给他一个惊喜，用我自己的青铜之血。我也是这次回来才知道，原来我从小一直都有的病，叫这个名字。青铜之血，秦大汉王的血脉。不，你怎么能有？这病一直以来都是我最痛苦的事情，我发誓，自己再也不要用这种力量。但叔父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只有青铜之血，才能杀了狼主。叶亲王的血脉没有传给郭勒尔，却传给了你。你这个孱弱的小子，啊！
咱们青阳男儿，与其变成疯子，倒不如战死在沙场上。阿苏勒，阿鲁帕索尔，明天就带领我的虎豹骑为你冲锋。潘达天神护佑青阳，愿盘达天神护佑青阳。明天你要亲自去领兵。是。你的对手是谁？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必须去。你想用你的狂血？这是我能想到的救青阳的最快的办法了。只要狼主一死，朔北一定会人心涣散。你不知道，你每使用一次，就离你爷爷近了一步，你可能会醒不过来的。就算我醒不过来了，青阳还剩1000铁浮屠，足够踏死一个疯子了。你忘了你阿爸的心愿了吗？即使阿爸在，为了青阳，他会让我去的。苏玛，刚才你和大和撒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我怕我不来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最该活着的人是你。不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活着。
大胭脂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往年从未积过这么厚的雪，我本以为自己不怕冷，可今年的冬天真的是刺骨冰凉啊！是大胭脂的心境不同了吧？因为内心不平静，你的感受就会随之摇摆不定。明日就是关乎青阳至关重要的一战，又有谁能安心度过此夜呢？大河萨坎那边星星点点的灯火，今晚多的是不寐之人。大胭脂对明日之战，你觉得如何？我一个女人家，哪懂什么打仗的事儿啊？我只相信，阿苏勒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我们青阳部，就像当年救下我一样。明日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战斗。我祈祷阿苏勒能平平安安的回到青阳做大军，季野呢，能成为威震一方的大将军。那你自己呢？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愿望，我就希望我们三个能一直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哎，我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又没说非得回南怀。你想去草原，我们两个陪你回草原，好不好？好。快来，说好了啊，我们一起去草原。回草原，去草原。这些年在东路，你后悔过吗？我不后悔。我也不后悔，只是我们的家乡隔着山，隔着海，若是分开了，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？当然会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哪怕远隔万里，我都会跨越山海去找你。
前边那些是白狼吗？没错，是白狼。这个时候啊，应该是出来啃食尸体的，通常都不会有主人跟着。这帮畜生看不出来我们是在列阵。那就好。最好在他们发现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摸到他们营地附近了。叔叔，敌方大概位置可靠吗？可靠。泰勒河一战之后，我们有个斥候藏在雪地里，跟随他们撤退方向的营地，并且一直在监视。今日出来吃尸体的狼，比前几日要多一些。情况不对，大纳言，狼群太多了，回撤吧。过去看看。驾！大纳言，撤！撤！大纳言，看，白叶苍狼旗，朔北狼主在那里，整个白狼团都在那里。回撤，我们要回撤，他们已经有准备了。不行，不能回撤。我们3万兵力都出了城，重新回城也需要很长时间，足够他们白狼团追上来了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拦住这群白狼，狼群就会跟着溃退的人进入北都城。内奸，我们被出卖了。仍旧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在城外和朔北部开战。好，为青阳尽忠的时候到了。各位，尽其所能，保护青阳。去！铁眼铁爷，关闭城门。是。撤！
大大爷，他发动秘术需要时间，我来掩护你。你一定要杀了蒙了火儿。弟兄们，没子弹，就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叔叔，不要去！为了大大爷，为了青阳，杀！燃烧吧！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，下面就交给白狼团吧。那就是青阳的骄傲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一直渴望着亲眼看见狂战士在千万人中砍杀，看看潘达天神给了帕索尔家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没想到啊，钦达汉王之后数十年，帕索尔家再次出现了青铜之血。
亲达汉王，差得很远了。你也配称为狂战什么？伊玛德、古拉尔、纳格尔洪家，他们在黑暗中看着我，他们传给我天神的祝福。我们注定是草原的主人。帕索尔家，没落啦！阿苏勒，你是我的外孙，你为什么要反抗你的亲人？我是青阳部的男人，要杀便杀，青阳部的男人永不为奴。去，告诉比摩干帕索尔，朔北的狼群回来了。青阳的男人们再也活不到冰雪消融的时节了。大和尚，他怎么样了？大和尚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现在还很虚弱。潘大天神一定会保佑大纳言的。北都城真正的冬天要来了，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关。陈月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北路，青阳将要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时刻。你听，朔北人来了，快跑啊！大和尚。别打了，快走啊！大军，他们是要攻城了吗？那是殉王的神罚之圈。朔北人会怎么做？屠城。屠城？在殉王时代，殉王曾经率领1万名古尔沁部落的骑兵，带着1万面红旗驰骋草原，而且宣布效忠他的部落都会得到他赐予的白色的马尾。至于不服从的，殉王会让古尔沁骑兵用红旗把寨子圈起来，那一刻起，红色圈子里所有长过马鞭的男人都会被杀死，整个部落会夷为平地。北都城要完了！快，赶快召集各族武士，将强征的物资运送到自己的马队中，随时准备离开北都城。等等，你们真的以为区几个马队就可以把你们带出城去吗？这不是要攻城吗？大军，那边有人！不花了，快去，把城门打开，把布花剌将军迎进来。是。闪开！快，送布花剌将军去救治。
家，他要夺回草原的统治权。长公主连下2道懿旨，一是殿下下个月寿诞，希望小周可以去帝都祝寿；另一道说的是白毅将军等3国将领在商阳关讨伐营无益不利，让我把白毅将军暂时收入监牢，革职查办。国主，国主，你们是怕我动怒，还是逼我遵从长公主的意思？国主，商阳关一战，若不是白大将军最后时刻手下留情，恐怕营无益早就已经命运商阳关了。所以长公主的愤怒倒在情理之中。那小周前去帝都祝寿，你们又有何看法？小周殿下之前便是长在帝都，此去祝寿也属合情合理之事。混账！你们难道不知道白凌波的意图吗？国主请三思，长公主毕竟是如今的东路共主，若抗旨不从，除非与天启皇上的关系便是雪上加霜。至于小周殿下在天启的安危，我在天启的安危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担忧。国主，既然众位大臣言之凿凿，为平长公主之怒，臣女也觉得该将白大将军先收押。只是大将军在我国军威甚隆，怕是要寻一得力之人才能请得动大将军。不知此事是要交给你们何人呢？看来我去天启祝寿前，还要帮各位一个忙呢。母亲，今日在朝堂之上忤逆了母亲，周月特来请罪。我既然把楚卫国的玉玺给了你，你就有行事做决定的权利。可是你跟我都知道白凌波的意图，他要将白毅将军下狱，又把你调到帝都，这是要将我们楚卫国分崩离析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还要同意？母亲身为一国之君，自然就懂得皇命难违的道理。可你知道你要抓的是谁吗？他是御殿岳将军，是你的老师，他还是……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。父母的生养之恩，周月全数都记在心里，但我没有告诉母亲，也不愿意听母亲说出口。是因为我想要走得更远。皇帝哥哥死后，帝朝颠覆长公主当政，楚魏乃至整个东路都将永无宁日。母亲，我曾亲身经历过商阳关。我亲眼见过那些恶殍遍野、民不聊生。白凌波他想要的，根本就不仅仅是杀死尹无益，他要用整个陈月的赤牙，杀死这天下的所有人。可若是我能够还东路一个四海承平，母亲也会欣慰吧？这些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阿苏勒说过，他没有选择。可事实上，在这样的乱世里，人人都没有选择。可你走上这个路，就不能再回头了。你走向更远的地方，你要自己独立面对一切，
即使是你的母亲，也帮不了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将军，我们实在是……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从军要依令而行，国主既然有命令，你照做就是了。是。殿下怎么来了？是我在殿上请愿的，委屈老师了。这劳力饭菜不好，我特地亲自做了一些。谢谢殿下。我回到楚威以后，常常自己下厨，但吃过的也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就是老师了。母亲帮老师处理国事当然辛苦，我就想着，如果你们回到家里能吃上一口热饭，至少心里会暖一些。国主若是知道殿下如此用心，一定很高兴。老师独身这么多年，饮食起居都是谁来照顾的？子侯是府上的参谋，府上的花都是由他照料的。小周再斗胆多问一句，老师在楚威这么多年，就没有想过要成家吗？我是军人，随时都会战死在沙场上，又何必连累他人？殿下如此问，是为何？我跟母亲聊过了，我看到了她封存在鸿胪寺的信札，我知晓了一切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知道答案。老师当年放弃了天驱的理想，是为了保护我母亲吗？我是楚卫的臣子，这是我该做的事情。可老师本应该是像阿苏勒那样的人啊，身上背负着整个天下的安宁，如今只能安于这一隅，难道就不遗憾吗？守护天下的人，就无法守护心中所爱的人。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。我心中也有一个疑问，想得到答案。阿苏勒，他还回来吗？他放弃了天驱大宗主的位置，要回去守护他的家乡，那是他的决定。我和他在下堂已经告别了，能够跟阿苏勒相知相识，就是我的幸福。他就跟老师一样，教会我许多。我不能跟他相伴，所以想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殿下有何打算呢？商阳关一战打完，各国都损失惨重，整个天下风雨飘摇。可郑国长公主，她想要的绝对不是一个太平盛世。从此之后，她只会掀起更多的腥风血雨。
想要守护东路，守护我白氏的天下。还望老师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不是带了饭菜来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亲人做的饭菜了。吃完了这一顿饭，也该是时候回帝都看看了。